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阴符经，它是道家绝学之一，更是被无数的修行者奉为圣典。这部神秘的经典呢，以其简洁而深奥的文字道尽了天下玄机，被传说为通往成仙成圣的密室。然而，这本千古奇书呢，却被历代的王朝视为伪书和禁书。难道书中真的藏着不为人知的惊天秘密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阴符经。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阴符经这本书以前被认为是黄帝所写，也叫《黄帝天机经》，总共有300多字，作者无法考证。据说阴符经呢是唐朝著名的道士李绅呢在河南省境内的登封嵩山少室虎口岩石的壁中发现的，此后才传抄流行于世。李绅从小呢对求仙问道呢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经常游历名山大川，希望能够得到道术的真谛。在他游历到嵩山虎口岩的时候呢，在岩石的夹缝之中就发现了一个包裹。那好奇心呢驱使他将包裹取了出来，于是就发现里面装着一本用丝绢写成的古书，书上就贴着一个封条，上面写着魏真君2年7月77日，上清道士寇建之藏于名山之中，用于传授同好。那李绅看到这些字呢，心中当时一惊，他就知道这个魏真君呢是东汉时期的一名著名的道士，曾经得到了太上老君的指点，创立了上清派，是道教重要的分支。而寇建之呢，则是魏真君的弟子也是一位有名的道士，曾经游历过许多的名山。那李绅觉得这本书一定是寇建之所著，或者是他所收藏的一本仙家的经典嘛。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揭开了纸条，开始仔细地阅读起了书中的文字。结果就发现自己竟然看不懂书中的内容。他自幼博览群书，天下竟然还有他看不懂的字吗？于是这让他很不理解。直到后来呢，他游历到西安的骊山呢，遇到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这位老人呢，自称是骊山老母。那骊山老母就告诉李绅，他说他手上的经书是轩辕皇帝从九天玄女那里得到的。而皇帝与蚩尤大战之前呢，曾经登上昆仑山，向九天玄女求教兵法。那九天玄女呢，便将这本书赐予了皇帝，让他按照书中的指示呢，布阵用兵。结果呢，果真打败了蚩尤，统一了中原。那皇帝在得到了这本书之后，苦心钻研最终才有了乘龙升天的机缘。全书呢，原本只有300字后来皇帝又根据自己的体悟呢，添加了一些内容，才成了现在的400余字。后来李绅将此事就写进了《黄帝阴符经》书中。那么这本书根据李绅对经典的解释著作呢，可以把它的内容概括为2个部分。首先呢，讲述观察自然界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所以呢，天性运行为自然规律，而人心呢，则应自然规律。其次阐明了天地人生杀变化的情况，以及呢人的生杀之气的放和收应该与自然同步，才能够把握好事以及成功的机遇。那这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呢，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的敬畏以及对天人合一的追求。然后就阐明了人后天秉性以及巧拙生成和耳目口鼻的正确运用。主要的效法自然呢，就是五行相生原则，修炼自身。在人性修炼方面呢，阴符经就提出了五贼之说，即人心中的5种杂念，认为只有去除了这些杂念呢，人心才能够恢复到其本真的状态，从而更好的顺应自然规律嘛。此外呢，书中还详细的论述了人如何通过后天的修炼运用耳目口鼻等感官呢，效法五行相生原则，以达到呢提升自我、完善人性的目的。在社会应用层面呢，阴符经同样给出了独到的见解，将天地人3才之理呢融为一体，阐述了富国安民兵法战术等方面的智慧。这些智慧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深深根植于自然规律和人性本真的一种理解，体现了作者对于社会和谐进步深切的关怀。阴符经蕴含了无穷的智慧不同的人呢，从中领悟到的道理也各有不同。比如一个研究玄学的人他就能够从中悟到神仙道义之道，了解到如何修炼。那一个上班的打工族呢，他就能够从中领悟到如何与领导同事之间相处。那一个军事人才呢，他就能够从中领悟到强兵战胜之术。
这才是阴符经的魅力嘛，它能够适应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时代，给予他们不同的启示。所以下面呢，让我们进入阴符经的解读。先来看上篇，观呢其实就是看和理解，道呢就是大自然的基本规律。那天之道呢，就是说大自然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规律。执呢是掌握的意思，行呢是指变化。那天之行呢，就是要知道自然界是怎么变化的。古人观察天地人和所有的事物啊，都累积了很多的知识。所以《易经》啊，《系辞传》里就说，古时候包羲氏统治天下，他抬头观天上的星象呢，低头观地面的法则，又观鸟兽的花纹和地面的情况呢，从近处自己的身体和远处各种事物取得的灵感。于是呢，他创造了八卦，来与神明的德行呢相互沟通，来分类和象征万物的情感。里面就说人要知道和理解事物，掌握它们变化的规律，这样才能够主动的改善自己的身心。书中还说呢，天有5种元素，金木水火土，它们可以生出万物，但这5种元素呢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不能和谐相处呢，就会相互伤害。比如说金会伤害木，木会伤害土，土会阻碍水嘛，水会熄灭火，火呢又会融化金，所以叫做天有5贼。那如果人能够理解和掌握这种规律，那这5种元素就可以为我们自己所用。比如金本来会伤害木，但木呢却可以因此变得更有用。那木本来会伤害土呢，但土却可以因此而生出新的东西。那土本来会阻碍水，但是水呢也可以因此而不泛滥。水呢又会熄灭火，但火却因此而变得不干燥。火本来可以融化金，但是金却可以因此塑造成各种名器。在相克之中也有相生，5贼呢能够变成5种有益的器，而回到最初的状态。一旦成功呢，就可以得到好处。所以说懂得利用它们的人就会昌盛。书中还说，人就像一个小世界，身体里有5种五行的元素，心呢是身体的主人，可以控制和运用这5种元素的力量。根据天人合一理论呢，虽然宇宙很大，但好像呢都在我们人类的掌握之中。虽然万物变化很多，但都不会超出我们的身体。人得到天的道理呢，成为自己的性质，而心思呢是其中的关键。所以呢，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呢，就是让人安定的方法。自然界和人体内的能量有生长和消亡的一种变化。当天上的灾难征兆出现的时候，星星的位置会改变；当地上的灾难的征兆出现的时候呢，龙蛇会从地上跃起。当人展示出强烈的决心和行动的时候呢，人体内的小宇宙呢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人的行动和意志呢与自然的规律是相符的，这样所有的事物生长和变化呢才有可能稳定下来。而我们后天形成的性格有清晰的，有混杂的。那清晰的性格呢更为灵巧，混杂的性格呢则显得笨拙。但这只是性格的表现嘛，并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如果我们通过修炼返回到最初的天性状态，那么后天的灵巧或者是笨拙的那种性格都会被隐藏起来的。阴符经书中还说，身体呢有9个开口，包括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尿道、肛门。那其中耳朵、眼睛、嘴巴呢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部位，听到的声音呢可能会动摇我们的精神，那看到的色彩呢可能会使我们的心思飘散，说的话太多呢可能会使我们的气息混乱。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好这3个部位，按照适当的时机行动和静止，那么外界的诱惑呢就无法入侵，杂念呢也就不会产生了。书中还说，火在这里代表邪念，木呢代表我们的天性。火虽然由木而生，但是当火势过大的时候它就会烧毁木头。这就像是我们的邪念，虽然它源自我们的天性，但最终呢可能会毁灭我们的天性。所以修炼者应该深刻理解这些经验和教训，努力的修炼自己，消除恶意和杂念，净化身心，这样才能够有望成为一个超凡入圣的人。下面呢，我们再来解读阴符经的中篇，里面就说天生呢就是说自然而然的产生的，天杀呢则是自然而然的消亡，生和死呢是宇宙中所有事物出现、成长和消失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呢从古至今都没有变过，所以我们说这就是道的自然规律。
天地呢，通过吸收万物的气息来形成自己的体系。所以我们说天地万物的道呢，是万物依赖人的养育来保持这种特性，因此万物是人的道。那人通过摄取万物的气息来养活自己，所以人是万物的道。那人、天、地和万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应该掌握其中的平衡呢，使得天地万物和人的生长和消亡都能够恰到好处，在适当的时候呢获取所需，这样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健康有活力。而随着大自然的节奏行动呢，这样的万物都能够安稳的生长。你不破坏它呢，大家都好说好商量嘛。大多数的人过于关注后天的认识和结构，却忽略了相对独立的自然本性。他们不知道清净无为的先天的本性对于养生有着神奇的作用。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呢，以及大小事物的变化，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那这些规律中蕴含着非常深奥的功用和智慧，其中的道机奥秘并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如果有德行的人掌握了这种规律，他们就会等待合适的时机呢再行动，这样就能够明智的保护自己。而那些浅薄的人即使他们自以为掌握了这种规律呢，但是如果违背了时机去行事，反而可能会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我们再来解读《阴符经》的下篇，里面就说盲人因为看不见，所以听力特别敏锐；聋人因为听不见呢，所以视力特别出众。这就是因为他们专注于一个感官来弥补其他感官的缺陷。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其他的利益和爱好，专心修炼，集中精神，反观内心，达到清净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我们的功力就会大大的提升，相当于增加了10倍的兵力。如果我们能够不分昼夜的坚持修炼的话，那么功效将会更加强大，相当于增加了万倍的力量。书中就说心指的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不能够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如果脱离了物质意识活动也就会终止。所以说心生于物，死于物，这个生死变化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眼睛了。因为大部分的物质信息都是通过人的眼睛传入大脑的。如果我们能够静心修炼，达到无我无人无物的一种境界的话，与宇宙就会合而为一。那么这个生死的变化的关键就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消极的影响，从而呢就可能达到延年益寿的一个效果。那天道对于万物生长呢是顺其自然的，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恩情可言，就像是老子里面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但实际上呢，万物都是遵循着自然规律生长的。那这种无形的恩情可以说是最大的恩情了，就像是迅雷和烈风一样，它们的出现是由于天气的急剧变化而导致的。那么这种天气的急剧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效仿天地追求精神上的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的性情就会变得豁然开朗。如果我们能够达到极致的静谧的一种境界的话，无贪无欲的话，那我们的性情就会变得廉洁自律，身体呢就会自由自在了。总而言之，就是宇宙的总规律掌握着万物的运动变化，所以我们会说它是至私的。然而万物虽然千变万化，但是都是在总的一个规律下在演变，所以我们又会说它是至公的。然而想要认识到宇宙运动的规律的关键呢，是在于掌握气的一个流动。生命与死亡，恩情与害处都是自然界循环变化的一个秘密。在某些条件下呢，它们可以相互转化，生命可以转化为死亡，死亡也可以带来新生，而恩情可能转化为害处，害处中呢也可以产生恩情。所以呢，如果练习功夫的人就能够掌握自身的气机的一个变化规律，当其功夫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呢，就有可能超越常规的生命过程，延缓衰老，保持青春。而愚蠢的人呢，会用一种神话的态度去看待那些掌握了养生秘密德高望重的圣人，而我们只是把他们看作是理解和了解了自然规律的哲人而已，并不会像是神一样去崇拜他们。普通人用愚昧的思想方式去揣摩圣人的行为和成就，而我们呢，则会用理性去衡量他们的一切。普通人呢，期待圣人能够做出离奇的事情，但是我们呢，应该是期待圣人能够做出符合常理的事情。有些人不深入研究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也不去钻研气和养生的方法，而是沉迷于酒色，贪图享乐，这就像是自己跳入了水中或火坑一样，完全呢自取灭亡。宇宙的自然规律呢是永恒不变的，这种不变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静。前人曾经就说过天地规律就是阴阳。那天地规律的高深奥妙，主要就体现在阴阳动静和胜负变化上。动呢代表阳，静呢代表阴。静中蕴含着动，动中呢也有静的存在。动静互为根本，所以阴阳相互作用推动万物按照自然的规律生长和发展。自然规律呢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所以说不可违背嘛。但是人类呢可以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并掌握它道家呢就崇尚清静无为，因此更倾向于用静的状态的眼光来看待自然规律，称之为至静的道理。那这个道的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即使是音律或者是历法呢也无法与之完全契合。但是我们有智慧的奇妙器具可以演绎出万物的八卦形象，可以推测天干地支阴阳深刻的一种规律嘛。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宇宙万物的演变规律了。那么好了，阴符经呢宇哥也就讲完了。